美国靠一个广播电台成功拿捏了伊朗政权几十年。1953年8月，美国中情局在伊朗的第一次行动已经失败，执行命令的军官被捕，国王连夜出逃，华盛顿也准备收工。可3天以后，支持国王的力量进入德黑兰广播电台，亲美的扎西迪被宣布为新首相。原本还在观望的人开始迅速选边，因为在局势混乱的时候，谁先宣布自己赢了，谁就更容易真的赢。这一点对往后的伊朗影响可以说是极大。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美国中情局如何通过舆论收买，直接改变伊朗的政治格局。1941年，英国和苏联这两个卧龙凤雏带着军队进入伊朗，老国王里萨汗随后退位，年轻的穆罕默德里萨继承王位。英苏军队提醒了所有伊朗人，你们虽然有国王，但大国进门时你们要跪着迎接。战争结束后，伊朗政局长期动荡，政府频繁更换，物价上涨，粮食短缺。议会、王室、军队、宗教力量和新兴政治组织都在想王侯将相，另有种乎。一咬牙一跺脚，来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彼时伊朗还有着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石油。伊朗南部拥有大型油田和阿巴丹炼油体系，开采、炼制和出口长期主要掌握在英伊石油公司手中。这家公司还是英国重要的海外投资和石油来源。石油问题上，伊朗人对于英国很不满，大头都被你赚走。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这股不满逐渐聚集到一个政治联盟身上，叫民族阵线。民族阵线不是铁板一块，里面有世俗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巴扎商人，也有宗教人物。大家对伊朗未来怎么建设意见未必一致，但对一件事非常团结：英国对伊朗石油的控制应该结束。而这个联盟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就叫做摩萨台，他是资深议员、民族主义政治家，也是君主立宪的支持者。他主张限制王室直接干预政府，同时收回伊朗对石油的控制权。亲苏左翼力量起初甚至批评他，认为他的民族主义不够彻底。1951年3月，反对石油国有化的首相拉兹马拉遇刺。几天后，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原则。到了4月底，摩萨台在强大的社会声望下被议会推举，国王只能任命他出任首相。摩萨台上台后，伊朗人很爽，但英国人很不爽，因为摩萨台推动国有化后，伊朗接管了英伊石油公司的设施。英国没有派人冲击炼油厂抢钥匙，他选择了更省力的办法：油田可以留给你，但市场不一定留给你。英国技术人员陆续撤离阿巴丹炼油厂，又通过法律诉讼、航运、保险和国际销售网络向买家施压，警告他们购买伊朗石油就是跟我大英帝国过不去，就是在打我的脸。经过这么一番操作之后，伊朗虽然收回了油田，却很难把石油大规模卖出去。伊朗政府几乎全靠石油收入支付工资维持财政。而英国虽然没了伊朗石油，但其他中东产区逐渐增加产量，已经能够补上相当一部分缺口。英国因此越来越不急着让步，甚至担心一旦接受摩萨台的条件，其他产油国也会照着学。于是摩萨台陷入一个难题：国有化石油产业让他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可石油卖不出去，这场胜利就无法变成财政收入。原本支持他的政治联盟也逐渐出现分歧。但这时候美国还没有决定赶走摩萨台，他最初做的是在英国与伊朗之间调解。杜鲁门政府承认伊朗有权推动石油国有化，同时又想保住英国的利益和西方石油供应。他派人调解，也讨论过由世界银行介入，希望双方先把桌子做热，别急着掀桌。1952年末，英国提出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既然石油谈不拢，不如换一个愿意谈的首相。美国国务院当时的内部评估却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很大，未必成功。即使成功，新政府也未必更能控制局势，还可能让美国在中东长期吃亏。所以杜鲁门政府仍主张继续谈判，没有马上加入秘密行动。但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华盛顿的判断开始变化，石油争端迟迟没有解决，伊朗经济压力加重，摩萨台与国王、军队、议会和昔日盟友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美国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摩萨台本人已经成为左翼成员，美国开始担心，如果局面继续恶化，真正从混乱中获利的可能是组织更严密的亲苏左翼力量。美国并不认为摩萨台本人就是亲苏人物，而是担心摩萨台这个人没有能力控住场面。于是美国的判断变了，摩萨台必须下台，换个听话的又有点能力的，能够毫无负担施展1秒8棍技能的人才，才能压住汹涌的左翼力量。而英美选中了伊朗的前将军扎西迪，他当过内政大臣，在军队和保王派中有关系，也早已与摩萨台决裂。同时扎西迪足够的狠，尤其是对同胞足够关怀，1秒8枪都没有任何负担。于是 CIA 派开米特罗斯福秘密进入德黑兰，负责把整个计划接起来。他的第一项任务是让国王签2份诏令，第一份解除摩萨台，第2份任命扎西迪。有了这2张纸，行动就不再只是有人想换首相，它可以被包装成国王依法撤换首相，军队只是负责送达通知。问题是国王并不积极，摩萨台仍有相当声望，军队是否可靠也没人敢保证。一旦行动失败， CIA 人员可以悄悄离开，英国官员可以表示不知情，但国王就很危险了，分分钟会被摩萨台吊起来打一顿，因为诏令下面签的是他的名字。于是 CIA 只好通过王室成员、军方旧关系和美国渠道反复施压，警告这个国王再不行动，摩萨台可能继续削弱王权。局势再乱下去，王朝也未必保得住。而美国以后是否继续支持国王，也要看他现在敢不敢签字。国王犹豫许久，最终签下诏令。
现在新首相有了，王室名义也有了，但一张诏令本身不能调动军队，也不能让全国相信扎西迪已经是首相。他最大的现实用途可能只是压住桌角。CIA 接下来做的就是让军官相信国王真的下了命令。CIA 在伊朗军队内部秘密联系支持国王和扎西迪的人，准备由他们控制道路、政府机关和广播设施，再让报纸告诉民众，摩萨台已经不是反抗英国的民族英雄，而是一个拒绝国王命令、不断扩大个人权力，并可能让左翼力量做大的危险人物。同时，美国不断释放信号，摩萨台继续执政，更多经济援助就很难到来。这套话术很讲究，不必证明扎西迪有多优秀，只要让大家觉得摩萨台继续留下日子会越来越难受。宗教人物和反摩萨台政治势力也被动员起来，为国王的诏令提供社会支持。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1953年8月15日深夜，纳西里上校带着国王的诏令前往摩萨台住所。按照计划，他只需要进去宣布你被解职了。结果他刚到门口，就发现摩萨台的人已经在等他，反手就将他摁住打一顿先。纳西里被捕后，摩萨台立刻封锁道路，搜捕参与行动的军官。CIA 原计划是3步送达诏令，控制摩萨台，扶扎西迪上台。实际执行成了送纳西里进监狱，送扎西迪进藏深处，再送国王出了国。国王先飞往巴格达，随后去了罗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王突然出现在国外，通常不算好消息，但对于国王本人来说，至少还活着。此时华盛顿看到的情况非常清楚，执行人被抓，计划已经暴露，国王也跑了。这场秘密行动不能说毫无成果，至少他成功证明了此时 CIA 办事如同儿戏，毫无章法。8月18日，美国总部准备停止行动，英国也不愿继续冒险。按照正常流程，这场闹剧该散场。可现场负责人凯米特·罗斯福没有走，因为他发现计划虽然垮了，计划里的东西却没有全部消失。国王签署的诏令还在，扎西迪还没被抓，部分军官仍然支持国王。第一次行动失败后， CIA 没有再派人半夜敲摩萨台的门，他换了个办法，既然诏令送不到首相手里，那就送到所有人手里。国王签署的2份诏令被复制，陆续交给报纸、军官和政治人物。内容很简单，国王已经解除摩萨台，任命扎西迪为首相。报纸开始追问，既然国王已经签字，摩萨台为什么还不离开？摩萨台阵营则否认诏令的合法性，并公开批评国王。外交部长法特米还发表激烈讲话，一些地方的国王雕像也被推倒。但国王虽然人在罗马，存在感却突然变强了。他留在伊朗时，很多人嫌他管得太多，他一跑，大家又开始研究他什么时候回来。到了8月19日早晨，德黑兰多家印刷铺正在大量印制诏令副本和支持扎西迪的传单。人群拿到以后，边走边发，原本分散的保王情绪开始有了共同口号。起初，人群规模并不惊人，可他们一路向市中心移动，拦下汽车和卡车，冲击清摩萨台报社，又占领了邮电机构。政府派出警察和军队驱散人群，结果一些人选择旁观，另一些干脆加入了队伍。人群不断扩大，随后涌向德黑兰广播电台。守卫没能及时破坏设备，电台很快落入支持扎西迪的力量手中。到了下午，广播开始鼓舞街头人群，并宣布扎西迪已经成为首相。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中情局了解到，原来报纸与广播的威力如此之大。德黑兰广播电台被控制后，扎西迪终于公开露面。现在收音机已经宣布他是首相，他也就顺势从正在躲藏的人升级成了准备接管政府的人。不少军官随即开始选边，有的部队开往政府机关，有的控制交通要点，还有装甲车驶向摩萨台住所。摩萨台仍试图组织抵抗，但政府内部的指挥逐渐失灵。支持扎西迪的部队和人群聚集到首相住所附近，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建筑随后遭到炮击。到了傍晚，摩萨台从后方离开住所。第二天，他向当局自首，连 CIA 自己都没想到这把火会烧得这么快。而这场意外顺利的胜利，让他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既然伊朗可以成功，别的国家也许同样可以复制。这场行动同时也改变了伊朗权力的重心。1953年以前，国王、首相和议会仍在争夺谁真正掌握国家。摩萨台下台后，国王重新成为权力中心，军队和传统保王力量恢复优势，反对派则遭到戒严、审查、逮捕和压制。1957年前后，伊朗建立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也就是后来令人畏惧的萨瓦克。此后，议会、政党和报刊越来越难形成真正的政治制衡。国王逐渐把自己从君主立宪中的国王升级成几乎所有重大决定的最终审批人。第二个变化是石油。1954年，伊朗与西方石油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达成协议，伊朗在法律上保留石油资产所有权，也获得了更多收益。但石油生产、炼制和出口的实际经营权仍长期掌握在国际财团手中。第三个变化是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美国向国王提供资金、军事装备和政治支持，国王则在冷战战略、石油供应和地区安全上与美国密切合作。伴随石油收入增加，伊朗进行了工业化、土地改革、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整个国家开始逐步走向现代化。但是伊朗在政治上却没有进一步现代化，于是往后爆发出了不少悲剧。那个广播电台只响了1个下午，但它留下的回声却穿过了整整几代人，同时也改变了伊朗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无论在何种情况，在广播上必须要赢。